你进入游戏之后变成了一只河道蟹，不能主动攻击，但也不会被 NPC 注意到。这一下穿着日炎铠甲，贴身烫血 ，NPC 无动于衷，疯狂掉血，直到挂掉爆装备都找不到目标。好家伙，开 bug 啊！今天是超虚拟现实网游《诸神黄昏》开服的日子，你戴上头盔进入游戏，很快宣传片开始播放。这 PV 长达8小时，而且无法快进，只能跳过或者正常观看。几乎所有玩家都没看完，选择直接跳过。这么长时间，足够和其他人拉个差距了。可你耐心看完，因为你只想享受剧情，不想卷。忽然，系统跳出提示：恭喜玩家，居然看完了114514秒的宣传片。为了表彰你的耐心，奖励开局身份抽取特性，我不做人啦！恭喜你抽到种族模板峡谷迅捷蟹。随后，你只感觉身体一阵变化，等等，这是我靠！一声尖叫后，等再睁开眼，你发现自己变矮了，绿色甲壳还有俩触须，我这是变成河道蟹啦！等等，系统，我还没选择职业呢。河道蟹的职业就是河道蟹，祝您游戏愉快。你叹口气，这内测也就一次创号机会，如今也只有继续玩了。看脸属性面板，种族特性，你无法主动攻击，作为一只螃蟹，无法穿戴绝大多数装备，但你的存在感很低，会被大部分非玩家单位无视。技能吃你个怎么啦？当你的视线中出现任何水果时，将无法控制行动，火速前去进食。不是，这技能是人玩的吗？等等，好像还有个比较独特的机制，叫装备商店，拥有额外的6格装备栏，随等级解锁。目前栏位1，击杀生物可以获得金币，能在商店中购买英雄联盟队伍装备。你精力啊，这还算可以，但是无法攻击啊。最后俩技能，野区热兵器，你被击杀时会为击杀者提供70金币。重生在每个副本都有2次重生机会。看完技能介绍，你一阵无语，不能主动攻击，还玩个屁啊！坑爹呢这是！而与此同时，系统再次发出提示：新手教程关开始，请于20分钟内击败新手 BOSS。接着，眼前场景一直变化，等看清楚时，已经来到了一座空岛，面前的 BOSS 赫然正是撸啊撸里的石甲虫。好家伙，大野怪啊！刚想上前挥动钳子，结果系统跳出提示：无法做出攻击意图。我就好了，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，生无可恋，旁边就是悬崖，跳了吧。眼前一黑，等再醒来，发现自己又重新回到空岛上了。哦对，忘记新手教程关是无限复活了，一阵无语，意思是想死也死不掉呗。忽然发现刚跳下去的那个位置有个加速圣坛，走上去试了一下，我去，身体变轻快了。等等，加速圣坛不是指的击杀者生效的吗？再看了眼自己的金币余额70，难道说是我杀了我？我记得教程关好像是无限复活的吧？于是笑容逐渐变态。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，接下来空岛旁的加速圣坛堆了足足几十个。简单来说，你的操作就是跳崖、重生、加速再跳崖，这个金币是蹭蹭蹭往上涨呀！哇，这也太爽了吧！一直刷到还剩5分钟左右，金币数也来到了惊人的14514元，舒服。英雄联盟内大件装备均价在3000左右，这个存款足够出到6神装了。不过嘛，因为现在格子只解锁了1个道士，那么问题来了，该买哪件装备呢？首先要排除的就是无尽之刃，因为自己根本没法攻击啊。破败王者之剑或者海克斯科技枪之类的也同理，作用很有限。虽然有主动技能可以用，但是伤害量感人 ，CD 又长。那么无奖竞猜，屏幕前的观众们觉得是什么装备比较合适呢？我是谁？没错，当然就是日炎斗篷。瞬间身体周围燃烧一圈火环，效果是对周围所有敌人造成持续性灼烧伤害。于是乎屁颠屁颠走到石甲虫边上，然后把头一埋，接着他被火光烫醒，怒吼一声，做张望，四处寻找伤害自己的敌人。可左看右看，哪怕你就杵在他脸上，也像没看到你一样。没错，河道蟹的种族特性虽然无法攻击，但是会被大多数非玩家单位无视。当然啊，这个技能也没想象中那么变态，它有个前提生效条件，就是伤害低于一定量级。然而日炎斗篷的伤害明显就没超过这个值。换句话说，现在的自己在石甲虫眼里就是一个隐形 BBQ 烧烤机，他能感觉自己正在掉血，但因为系统的判定，几乎 bug 般忽视了自己的存在。嘎嘎，狗策划也无敌啦！接下来就是垃圾时间了。1分钟过去后，石甲虫被烫死，接着它分裂成了2个中型石甲虫，接着继续烫死，再分裂成4个小石甲虫，继
继续烫死 ，OK， 全部干掉。恭喜您击败了石甲虫，完成了入门挑战，正在为您结算奖励。您的剩余生命值为100%，被击杀次数0，挑战评价 S， 奖励精选扭蛋券1，普通扭蛋券1。由于您在同一时间击败了中型和小型石甲虫，完成隐藏任务均分公式，再奖励精选扭蛋券1。你眼前一亮，好家伙！看来在系统评价里，这个石甲虫作为新手 BOSS 的难度是相当高的啊，奖励这么丰厚啊！舒服，日炎斗篷，永远的神。现在看来，不能攻击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嘛。河道蟹岂是如此不变之物？不能攻击，那就光环重装要塞流。那么接下来就是抽扭蛋啦，这也是这个游戏主要的奖励获取来源。先开了一张普通的，塞入扭蛋机，然后掉下来一个扭蛋，打开一看，撕裂弹匣，品质白色。效果是装备给手枪后能够发射12发有撕裂效果的子弹，打完后自动销毁。第一件就是垃圾。再看看精品扭蛋圈，这次抽出来的东西发着绿光，我去，是一本技能书，上面画的啥？红色的按钮。倒抽一口凉气，这玩意儿也太适合我了吧！我可是有技能重生啊，虽然一次副本只能用2次就是了。接着第3张扭蛋圈启动，这一次居然爆发出了刺眼的蓝色光辉，我靠，好刺眼！等再睁开眼，人都傻了，这是蓝色品质的技能书啊！黑色高级轿车，団長、車の用意できました。效果是能够召唤一辆黑色高级轿车，下来3个手持步枪的暗杀者，他们拥有3点绝对生命值，并造成和召唤者属性挂钩的火器伤害。暗杀者会一直存在，但如果有任何一位被干掉，其他2位会上车逃跑。本技能为限定技，一个副本仅用1次。学习条件5级，哇，这个技能牛的，不过很可惜得5级才能学。那么现在开始就好好努力提升等级吧。好啦，王者野怪第1集的故事到这儿就结束啦。如果想提前看后续的，可以在视频下方的置顶评论区下载刺猬猫阅读 APP， 提前看后续哦。下载后打开搜索王者野怪就可以找到啦。第一个就是了，目前进度对应原作第5章，从这儿接着看就行。后续男主还有更加逆天的技能，例如召唤各式各样的小弟，让小弟也加入自爆大军，自爆完还会产生毒气之类的。总的来说，阅读体验和质量还是很高的。